那么，美丽的新娘宋茜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楚弘毅先生？楚弘毅，要是我没有看到那些照片，今天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吧。无论富贵贫穷、顺境逆境、健康疾病，都爱他，珍惜他，直到永远。我不愿意。西西，别开玩笑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没跟你开玩笑。抱歉，各位来宾，害你们白跑一趟。婚礼取消。啊！天哪，宋家二小姐竟然要当众悔婚，这下楚家的脸可丢大了。苏西，到底想干什么？你给我个原因。原因很简单，我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楚红，而是秦思。秦思？难道是咱们京城家族顶级望族的秦家的继承人？宋希，你回来！拦住他！让我拦住他！暂时安全。楚家的人这么快？不对，那不是楚家的人。宋小姐，我们老板想见你。你们老板是谁？您见了就知道了。请下车吧。宋小姐，请吧。宋思，您是？我是你爱人。啊？我姓秦。啊，秦思先生啊。哎，久仰久仰。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刚才的事情，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都是胡编乱造的。利用我，一句胡编乱造就没事了。不，绝对不是利用。主要是楚家他们那边欺人太甚，我一时着急，只能就用您的大名壮壮胆。在京城，谁不知道您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大气量，应该不会跟我这种小卡拉咪一般见识吧？我是不会和小卡拉咪一般见识，但我这个人不喜欢被骗。说吧，这个人情，你想让我怎么还？我还没有想好，这个人情你先欠着，等我想好了再通知你。哎，好嘞。秦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大善人。哎，改天我请您吃饭，拜拜。老板，要追吧？查查他的底子。是。太过分了，还有脸回来？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西西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当众悔婚，还牵扯上那个姓秦的，你知道秦家在京城是什么地位呀？就不怕人家弄死你？已经见过了，他没弄死我。西西，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嫂子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跟那个秦思根本就不认识啊。嫂子，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楚家的人已经到了。楚公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我们楚家哪里对不起你们了？婚礼上给足了你面子，风风光光，大操大办，你可倒好，当众悔婚，牵扯秦思给我们楚家难堪，你算个什么东西？妈，你别说了。西西，是不是有人替你这么做的？要不然你不会这么对我的。毕竟我们在一起5年了。原来你也还知道，我们有5年的感情。水性杨花的死样子，当初我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们宋家算什么？不知好歹。我们宋家是不算什么，但是我们最起码行得端坐得正，不像某些人表面上当人，背地里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你说谁背地偷鸡摸狗？把话说清楚了。楚伯父，您是最讲道理的。您看看这个。火红叶，爸，你发什么疯？看看你的宝贝儿子，他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出来，连孩子都有了，还想骗我结婚。怀孕6周，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女孩是谁呀？不是这样的，谢谢，你听我解释，我根本就不爱她，我爱的是你啊！闭上你的嘴！楚弘毅，我能做到最大的让步，就是不将这件事情说出去，其余的你好自为之吧。宋老弟，是我教导无方，我们也对不起西西，我也没脸在这待了，还不快滚！走吧，儿子，快走吧。对不起，西西，委屈你了，爸爸不了解情况。孩子，受委屈了。妈，宋小姐10岁出国，在国外待了8年，18岁回国后就一直在旅行。和楚弘毅那边主要是楚家太主动。奇怪的是，他在国外这8年的经历几乎是空白的，除了学校的经历，其他所有的信息啊，像是被有意的清理。清理得很干净，基本没留什么信息。李叔，你继续调查，随时和我汇报。还有楚家这次上门闹事儿，宋小姐拿楚弘毅出轨的证据，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怪不得他说楚家人欺人太甚，他知道楚弘毅出轨，在婚礼上公开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宋小姐的格局可够大的，他是在给楚家留脸，可惜楚家人给脸不要脸。谁说不是？哎，老板，你为啥帮宋小姐挡枪？放心，我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在帮我们挡枪？夫人是不是有催你和石小姐订婚的事了？秦家只有一个夫人，就是我妈。杜嫣红算什么东西？我妈走后，老板说的是。我也不晓得会这样。小柳，你偷拍照片，还拿孕检报告挑衅西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爱的只有宋希。可我也是爱你的呀，弘毅。看在孩子的份上，别不要我呀。我都变成这样了，你还来刺激他？我虽然不喜欢宋希，可是你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地上小门小户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就会用这下三滥的手段。伯母，求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成全我和弘毅吧。给你500万，拿掉孩子，离开京城，别用这个要挟我。来人，带他去妇产科。弘毅，儿子，你可一定要好起来呀！妈，我好不了了，我想见宋希。儿子，妈去找他，你放心，妈一定让他见你一面啊！西西，你去看看红姨吧，她病得很重，一直发烧，医生说是心病，她一直念叨你。西西，我求求你了，你去看看她吧。伯母，我不能去。西西，就算红姨对不起你，可是你们俩谈了5年了，难道你就一点情分都不念吗？伯母，你先别激动，你猜猜看，我现在去医院，对他来说是解药还是毒药？当然是解药啊！他见到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不，
医生说了，他这是心病，病根在我这儿。那正好啊，你们和好机会啊！伯母，我跟他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他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养病，忘掉过去，而不要每天幻想着我还能去医院探望他。我不管，他是我儿子，他都要死了，他现在就想见你。不是，宋熙，你好狠心呀！你是让他去死啊！现在就是楚夫人到处说宋小姐无情无义，说她儿子快死了，她都不肯去看一眼。这是什么逻辑？软的不行，开始道德绑架。别忘了，他的儿子出轨在先，宋熙跟他已经没有关系。谁说不是？小希，那就再给你加把。这个情思什么意思啊？我不都跟他说清楚了吗？拿我寻开心？我可不是那么好调戏。我爱你，人美花娇，绝世好妖。Oh my god！ 你看了没？秦思竟然艾特那个宋熙了。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宋熙回应了。哎呀妈呀！我也想让秦思艾特我一下。哇，秦思都艾特宋熙。跪求土豪艾特。您拨打的用户暂时。这宋熙有病！姨妈，先别生气嘛，来坐。你看，这都不是第一次了。秦家呢是京城首富，这些年不知道多少女人上赶着贴秦思呢，不都没信吗？那是秦思不搭理他们，这个宋熙他不一样。晴晴，秦家的财产早晚会落到秦思手上，他不待见我这个后妈，你也是知道的。等他800年之后，我还不地怎么样？你要是能嫁给秦思，姨妈就不用担心这些啦。放心，姨妈，我会啊。伯母就没想过秦思跟宋熙早就认识啊？不可能，宋熙不是那种人。伯母你可真是善良啊，现在还记得说他呢。宋熙可是在婚礼上亲口承认说他最爱的人是秦思啊。你儿子病得那么严重，他都没有去看一眼，反倒跟秦思互秀恩爱，你就不觉得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吗？您就不想出口气儿不？你为什么要帮我？您说呢？都说你和秦思门当户对，天造地设。您知道就好。您放心，后面的事儿。大家好，这里是星辉电视台，我是主持人丹青。楚夫人，我们都知道楚弘毅先生和宋熙小姐是非常般配的一对，婚礼上发生那样的事情，想必对您和楚家打击都非常大吧？施小姐，那是把我们楚家的脸按在地上踩呀！我儿子一颗真心捧了5年，换来这种结果。他躺在医院里高烧不退，我去求宋熙过来看他一眼，宋熙都不答应，我这当母亲的心都碎了。外界对此事有很多传言，不知道您方便透露一点吗？事到如今，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我们楚家确实是比不上秦家这种顶级豪门，他攀上高枝嫌弃我儿子。您的意思是，宋熙在悔婚之前跟秦思先生……老板，星辉电视台怎么会关心这种事儿？你猜？是楚夫人没那个脑子，肯定是施丹青的主意。她没少干这种事儿。施姑娘帮楚夫人是怀疑你和宋小姐？在她的眼里，所有的女人都是她的敌人。施小姐盯你盯的可够紧。
他是盯我家那点财产不轻。不过宋小姐手里有楚弘毅出轨的证据，楚夫人就不怕她再被宋熙打一次脸？李叔，这你就不懂了。人们都讨厌背叛，再加上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元气，大多数人都仇富。宋熙嫌贫爱富，抛弃未婚夫，精准地踩在这2个雷点上。人们带入自己的观点，发泄情绪的时候，压根不管。你看，不就是这样吗？切！要气我操！这是一点良心都不加了，吃干抹净。谁跟我去他家执行正义？人住哪里？我要去他家砸玻璃。砸玻璃，我还要有血啊！太气人！我就不信大家都没脑。宋小姐只要拿出证据，总会有人相信她。以石丹青的精明，你能想到的，他也想到。他只要咬死不承认宋熙手里的证据是真的，宋熙就没有办法得到清白。为什么？照片呢？楚弘毅可以说是和他前女友。孕检报告可以是伪造。要想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除非有第三者本人出来证明，否则医院有义务可以提。那这宋小姐就没招了。李叔，我有招。什么招？这件事情关键在于杨柳。对于这个女人来说，让大家都知道孩子是楚弘毅的，显然对她有利。所以接下来，李叔知道怎么办？喝完了，我现在出去打个电话。老太婆鬼心眼真多，现在孩子没了，500万分期给只给50万，还不能说出这件事情，否则就收不到后面的钱。我该怎么办？500万舍不得给我是吧？那我就要你们整个沈家。太傻了，太痴情。这不是在诬陷西西吗？楚家怎么这么不要脸呢？颠倒黑白，无耻！我去找老楚算账。爸，你冷静，算账也不用爸你出动，我去收拾他们。我先去看看西西吧，我还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先别告诉你，省得心情不好。好。老板，最新消息，楚夫人让杨柳打掉了孩子，还给他打了50万，让他保守秘密。老板，现在怎么办？李叔，你可别忘了，我们有一个最笨且最管用的方法。啊？我们的超能力可从来没有失过手。对，老板，你对宋姑娘可是真伤心的呀。人家帮我挡了枪，回报一下是应该的。西西，你干嘛呢？我还能干嘛？看主家直播，冤枉我呗。西西，你别生气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啊？就是，我就说嘛，君子报仇10秒都嫌晚。咋的？现在该生气的是他们了。啊？这是去楚家那天，我偷偷录了音。你说把这个发到网上去，会有什么效果？主夫人，您也别太难过了。我相信宋熙小姐也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别演了，小美，你儿子出轨实锤来了，你快去奥斯坦拿。都给我去听宋希望的录音，我不允许还有人与你工作。不要脸，明明自己出轨还倒打一耙，给女方泼脏水。这丫头不简单啊，还连了这么一手。喂，施小姐，我现在该怎么办呀？我现在出去买东西都偷偷摸摸的，到哪儿都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网上每天都有人骂我，就连我们家老楚都跟我翻脸了。楚夫人，办法是有的，面子丢了，多少都要挣回来些。
什么主意？赶快跟我说。很简单啊，你就演一场不堪网络暴力、自杀未遂的戏。自杀？这可不行。又不是让你真的死，你就找个医院配合一点，把戏做的逼真点就好了呀。到时候新闻一旦爆出楚夫人不堪网暴、自杀未遂，那到时候所有人都会骂宋熙恶，把你逼上绝路。哎呦，不行不行，楚家丢不起这个人。再说我也没到那份上。看来楚夫人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没有胆子就算了吧。路我是指给你了。真是不做办事。楚仙，你给我等着！你别以为你占上风了，咱们走着瞧。哟，伯母，你怎么还气上了？该生气的应该是我吧？既然你要走着瞧，那我就等着你出招。妈，以后有什么事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是诬陷西西的吗？再说这事对咱们楚家有害无益啊。好了好了，刚出院叨唠叨唠的，跟你爸一模一样。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咱家股票都已经跌到底了，倒是宋家托你的红丝一路漂泊。你们都是好人，这个家就只有我一个是坏人，就只有我操心，我干啥都不对。幸好只是皮外伤，1天换1次纱布就好，5天之后记得2天换1次。辛苦你了，医生。红毅，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咱们的孩子已经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杨柳，你别这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爱西西，我真的爱西西。红毅，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如果没有你，我宁愿去死，西西会为你死吗？放开我儿子！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我们楚家何至于这么丢人现眼呀？给你500万，就是让你远离我儿子，你怎么还这样啊？伯母，我不要钱，我只要弘毅。我的孩子已经没了，我把那50万还给你，我只要你。妈，别逼他了，先让杨柳好好休息吧。弘毅，我的头好晕啊！500万算什么？我要的是你们整个楚家。西西，今天带你出来就是来放松的，别被楚家那些人影响你的心情。嫂子，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把精力放在那些烂人烂事上？更何况这个世界除了爱情，还有很多有趣可爱的事值得去做。哎，那正好你去咱们百货集团上班吧，让你哥可以歇一歇。没兴趣，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等风波过去，月萌的技术得赶紧开始在国内落地。肖小姐，我们刚到店的瑞士鱼子酱精华，专门针对您在眼周肌肤干燥的，您看看效果立竿见影。今天有点累了，先不做了，做个基础就好了。基础当然好了，但是效果哪有鱼子酱来得快呀？而且我们现在有活动，会员充3万送1万的。啊，行了行了行了，办一张。哎，好。宋小姐，您这皮肤底子看着也挺好的，就是角质层看着有点薄啊。您看看，我们还有钻石会员套餐呢。别了，我不想做。油盐不进这可咋整？店长交代的任务要完不成了。
怎么回事？我这脸又疼又肿，像针扎一样。啊！你们经理呢？西西，你看我的脸。经理呢？给我出哎，来！两位小姐先别着急，这过敏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过我们的产品都是纯天然植物的，绝对没问题。今天两位来的时候，是不是吃了什么容易过敏的东西？比如海鲜、芒果，或者是用了什么别的化妆品？你在胡说什么？我吃了什么？难道自己不清楚吗？就是你们产品有问题，你现在在推卸责任。经理，是不是产品出问题了？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了。把刚才给我们用的产品原封不动的拿出来，我们自己找权威机构检测。这不符合我们店里的规矩，这开封使用过的东西是不能让客户拿走的，这也是为了我们产品的安全。什么破规定啊！我看你就是心虚，我现在拿走，我看谁敢拦我！你敢销毁证据？你看这也太不巧了，肖小姐，您怎么能打破呢？不过没关系，看在您过敏的份上，这支就不用您赔了。我要报警！肖小姐，报警是没用的，我们是有正规批文的。再说，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吃错了什么东西才过敏的？您不过是摔了个瓶子，没多大点事儿。你，嫂子。领教了，嫂子，我们走。两位慢走，要是脸还不好的话，记得来做修复，我给你们打折。真的是气死我了，那个经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这脸可怎么办啊？嫂子，你先别着急，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你的脸医治好。不过去医院排队挂号也要半天的时间，也未必见得了效果。这个怎么办？我不会毁容了吧？嫂子，你放心，有我在。等我一下。哪里是过敏，可真是大材小用啊！西西，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别到时候万一啊！嫂子，你放心啊，我在国外学的是生物医药学的专业，这些东西啊比外边东西干净多了，是最纯天然的。这是你还学过生物医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在国外的事儿？国外的事儿有什么好提的啦？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可以。天哪，皮肤比之前还要好。西西，有这技术，这个美容院你开才对啊！哎，基础操作而已，就是对症下药。越门的技术从美其实入倒是好。现在本姑娘要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那个白天鹅名媛馆竟敢用劣质产品坑害顾客，毁人脸，倒打一耙，还敲诈勒索我们，真当我们是软柿子可以捏？可惜证据已经被他销毁了。那个经理一看就是冲我们来的，你说会不会是楚家？既是冲我来的，将计就计。如果我是，他一定会再次下药。我叫上我的朋友，当场取证，整套检测报告出来，这是他关门大吉歇业的意思。西西，真没想到你说干就干啊！对啊，不能把这个世界留给坏人。与其让黑天鹅那帮黑心的人坑害老百姓的钱，倒不如我们自己多做点好事。最起码我的保养品还有面膜真实有效，不坑人。姓宗的，是你们两个人坑我，害我的电费包。你怎么不说你坑害的那些顾客呢？你的产品烂了多少人的脸？你们把这个垃圾给我丢出去！你，姓宗，你好
这个宋熙前2年和楚家还有官司在扯，这几天就开了中医馆。我看他是一点也不闲着。宋姑娘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呐。不错，李叔，找一个好吃的地儿，我要和宋熙谈谈合作。这个姓宋的贱人还开店，早点关门大吉。伯母啊，我盘了一家美容院，您给的那50万我已经交了定金了。又要赚钱呀？行，我再给你转50万。那家店对面是宋熙的养生馆，他也卖美容品。你是说？是的，伯母，你就不想看看宋熙的店怎么被咱们击垮的吗？这个店盘得好，多少钱我都给你转。妈，你这不是跟西西打对台吗？我就是跟他打对台，我就是要看着他倒霉。你们楚家跟我绑定的越深，就越离不开我。宋熙，我会把你从红衣的脑袋里面彻底除掉。西西，咱们这儿今天开业，你这风平浪静的，也不说搞个开业仪式。你哥还说找新人帮你过来庆祝庆祝呢。我特意没有让我哥过来的，咱们家店啊，实打实靠产品说话，这用得好，顾客自然就过来了。你可真沉得住气。你看看对面的店铺，明摆着就是故意针对咱们的，就连开业也跟咱们选同一天。哎，这个杨柳自从盘下了白天鹅，就已经跟咱们示威了好几次了。我来吧，你去接着。店开业申请，店开业申请，你帮我先开，谢谢。这边参观20谢谢，恭喜你啊！听说这是楚家新儿媳开的店。对呀，要不是为了跟楚家做生意，热络热络，我哪有功夫还在凑热闹？感谢光顾，用得好再来啊！谢谢。呀，我当是谁呢？这么冷清啊！原来是宋大小姐开业啊！宋熙，离开楚家的支持，你这店也开不久的。今天你们的店也开业，不去关心自己店，跑来我这做什么？宋小姐才被人当场推坑，看来确实不招人稀罕。开个业连个撑场的人都没有，看来人缘确实不咋地。你一个小三，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西西指手画脚啊？是挡着你继续勾引男人了，还是说你记得我们西西离开楚家之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你看看你，跟个赖皮狗似的，靠着人家给口吃的。我听说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保住啊！闭嘴！你在狗叫什么？他当初在婚礼上怎么说的？喜欢秦少，你看人家搭理他吗？开个业冷冷清清的，别说秦少了，压根都没几个人上门吧？谁说没有人上门？秦少，天哪，真的是秦少！平常都没有机会见到本人呢。开业礼物。旗子，你这是干什么呀？所有店铺的产权证，还有这个大门是你的，不要在住别人的地方。我的天，整栋楼，咱们这帮人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大的牌面呢。这是来的哪一桌？带我看看你的产品吧。啊，这边请。西西，儿子，还嫌丢人不够？走。宋熙，你给我等着。秦总，谢谢你啊。不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敢收。停，宋熙，我可不是平白无故的帮你啊！我是要和你合作的。什么合作呀？我需要和你建立
情侣？不是，秦四，我上次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我借你的名头只是为了吓唬楚家，做挡箭牌而已，你是不是误会了？其实我也是要借你的名声，做同样的事。唉，我被逼婚。不会吧？这京城谁敢逼您啊？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哦，是不是那个施丹青啊？著名的女主持人。我去，那上次的直播也是他搞的鬼？聪明，一点就懂。完了完了，我也被无故躺枪了。所以，我需要和你继续保持合作。我可以帮你抵挡楚家的报复，而你只需要和我配合假扮情侣就行了。这个可以，不过我事先说明啊，有你没你，我都要开我的美容院，我都要开店挣钱。意思就是，我希望我的顾客是因为我的产品好而来光顾，而不是因为你秦思的原因。你对你的产品就这么有信心吗？那必须的，我敢保证，只要用过我产品的人，就一定会赞叹。好，那我入股。不，坚决不行，我要保证我绝对的控股权，你别想贪图我的店。你觉得以我的身价会贪图你的店吗？这倒也是啊。那不如这样，你送我的礼就当是我借你的钱，等以后我再一点一点还你，可不可以啊？宋希，你说一点便宜都不占我的。那咱俩就说好了，以后就是表面情侣关系，各过各的，私底下谁也别管谁。其实你也是可以管我。宋楼，秦思不过是图新鲜玩玩罢了嘛。这种靠男人博眼球的女人，能有什么真本事啊？根基不稳，她说的会更疼的。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上心过。我是担心，怕是真的攀上我们秦家。姨妈，不用担心。秦思越护着他，就说明宋熙就没有什么大能耐。至于他那个店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要搞什么，他还想拿中药来当噱头啊。好啊，那我就看看他能撑到几时喽。丹丹来了，老爷子回来啦，姨父回来啦。走，正好厨房在做饭，一会儿啊留下来，咱们一起吃个饭。好。秦思最近怎么样啊？小思这臭小子，有日子没回来了。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陪陪我们丹丹。哎呀，没事儿，秦思肯定是太忙了。再忙也不能冷落我们丹丹啊！瞎话。看什么看？养你干什么呢？拿客气啊！这都快3个月了，你这个店一点水花都没有。哎，宋熙反倒客人越来越多，你倒是行不行啊？伯母别急，开店不能急于一时的。这没文化呀，就是不行，开个店呀都斗不过人家。宋熙。杨柳，你是施丹青那个主持人？是我。换个地方说话。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宋熙，多余的我就不说了。这个认识吗？这是宋熙店里那个什么驻颜丹，一瓶才几10块。就敢说美容养颜、保肝排毒，还逆生长，纯粹是个骗人噱头。是啊，几10块钱一瓶，就敢说青春永驻，这东西合规吗？
不合规。我看了，这就是个三无产品，什么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合格证都没有。这就对了嘛，三无产品，虚假宣传，这就是突破点啊！他不是喜欢出风头吗？喜欢靠男人啊。那我们就从他最得意的地方开始，让他摔得更惨了。丹青姐，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立刻马上拿着这个所谓的助研单，还有这小票，去监管局实名举报，就告宋希卖三无产品，价格欺诈，坑害消费者，事情闹大了。对，举报他，让监管局去查封他的黑店，我看他还怎么得意。不只是查封，我还会动用我的人脉，让他们务必依法从严从重。记住了，一定要给我闹大了，把他卖假药、商业欺诈这个罪名给我盯死。太好了，丹青姐，这招实在太高了。我要让他身败名裂，那就看看到时候秦思还要不要这个身败名裂的假药贩子。这次一定要让宋希这个贱人永世不得翻身，让他知道得罪咱们的下场。我现在就去监管局。动作快点，干净利索。宋希。监管局接到举报，谁是负责人？出来！我是，请问是什么类型的举报？举报你们销售三无产品，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执照、批文、文件都拿出来。谢谢。嫂子，文件。几十块一瓶就能青春永驻？成分写着纯天然，谁知道里面是什么？资质成分都在检测报告里面。科长，欢迎随时抽检，绝无违禁。文件，谁知道是真是假？样本一定要带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根据规定，你们店暂时查封。查封？凭什么？我们手续都是全的。凭实名举报，我们要为消费者负责。小李，贴封条。小李，贴封条。谁敢封我的店？你是谁？监管局执行公务。执行公务？高科长，封查令带了吗？根据哪条法律法规，在不明证据的情况下，就凭一句所谓的举报，可以封一家手续齐全的店？我们接到实名举报，有理由怀疑。怀疑？监管局什么时候办案，轮到靠怀疑？这家店所有的资质、国际认证都有，高科长是看不懂，还是选择性失误？或者高科长接到了某些人的特别任务，必须要完成，滥用职权，栽赃陷害？高科长是想清楚后果？我没有，我只是例行公事。高科长，秦先生，我看宋小姐的这家店的文件也算齐全，要不咱们还是按规定先取样送检，等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选择。对，送检，我们先把样品带回去检测，尽快出结果。西西，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秦总，刚才太感谢你了。谢了，你又救了我一次。反应还行，手续准备的挺齐全。我当然要学着聪明点。不过你怎么会突然出现？消息这么灵通吗？我的人发现监管局的车停在这儿，看来有些人是做不住。我觉得应该不是楚家，他们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不是楚家，或者冲着我来的，能够精准的找到这儿来，还要直接封店，看来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能力。
那是施丹青还是杨柳啊？不管是谁，敢动我秦四护着的人，我定不让他不能代价。这家伙演戏这么真，背后的人，我会一一揪出。我这边也不会坐以待毙的。这里我会加强管护。嫂子，这段时间我靠，嫂子比我叫的还溜。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随时会联系。走吧。看来这家店想要安安稳稳的开下去，没有这么容易。不过，既然上了战场，就没有退缩的道理。有什么招都接吧。我是乔宇洲，新城医科大学附属东院的院长，那个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教授，不说他轻易不见人很难请到吗？哎，我可听说了，京城每家医院的主任都是他的门生，而且市委书记的老妈都找他看过病。闭嘴！乔院长，这就是个误会，我们只是按规章办事，接到举报。举报？这家店的所有产品都有我们研究院的独家授权和技术支持。现在你还需要查什么文件，我都能提供。施小姐上门得罪了这位祖宗。不查了，不查了，误会，绝对是个误会，是我们搞错了。宋小姐，您的时间宝贵，就别在我们这儿浪费您的时间了。你有后台就了不起啊！青春永驻就是诈骗，你等着，我现在去网上发帖，曝光你这黑心老板。喂，110吗？我这里有人寻衅滋事，恶意诽谤，地址是监管局。好的，多谢啊。宋希你，杨柳，有什么话就跟警察说去吧。宋小姐，我们研究院随时提供资料和证据，我们先走了。多谢查院长。杨小姐，宋小姐控告你诽谤和扰乱经营秩序，你有什么要说的？我没有，我只是一时糊涂。警察同志，我真的知道错了，能不能别通知他呀？赶紧的吧。红衣，你在哪儿？我被宋琪送到警察局了，你快来救救我！哎，古先生是吧？杨小姐这边呢，主要就是口角，建议啊，双方调解调解。西西，你怎么说？我可以答应调解。宋小姐，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说。2条：一，赔偿名誉损失费20万；2，录视频道歉，澄清事实。20万，还要公开录视频，你在敲诈！宋一，他就是在故意整我。够了，还想丢人吗？20万，卡号给我。卡号你不是有吗？道歉吧，别耽误时间。我对不起宋希小姐，今天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污蔑你，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原谅我。可以了，楚总，下次麻烦您看好您的人，要再这么出来乱咬人，会被打死。你可真行，把我们楚家的脸丢得干干净净。我就说嘛，狗肉上不了盘子。你哪点能跟宋希比？你的店赔钱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还让人给撸成这个样。我也是为了楚家打算，才给伯母这个脸面回来的。你都蠢成这样了，哪来的脸面？就是大叔。宋希，监管局都管不了你是吧？好，好得很。既然你的东西没问题，那我就从你的人下手。我就不信这脏水我一点都泼不上。秦思护着你，看他能护你一辈子。还是宋希，
把他从小到大的东西全部给我挖出来，一点都不能放过。尤其是他在国外那8年，全部给我查出来，身败名裂。小姐姐，这款驻颜丹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它具有美白修复的品相。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刺激我们胶原蛋白再生。现在我们店有促销活动，买1赠1，你要不要试试？宋总，你们的产品是乔宇宙授权的吧？没错。你不早说，乔宇宙可是国内1线的专家，他盖章东西啊，肯定差不了。我现在就发朋友圈，让我那些姐妹儿都来保养馆保养。非常感谢你信任我吧，我保证把您的皮肤给你漂漂亮亮。这次你叫我来，以为是你让我帮你的忙，没想到是你帮了我。什么意思？这产品里的某种物质是连我都弄不出来的。与其说是我授权青岩坊，倒不如说是青岩坊加持了我。这么说吧，以我的水平，这辈子都没可能研发出来了。什么物质？10年前我在国外交流的时候，在导师那里见过一次，当时是导师托关系从月盟搞来的。月盟？你也知道月盟啊？几年前，为了家母的事情，托人寻过月盟的人。月盟是医学领域的黑暗面，别的医学组织研究怎么救病治愈，而他们专搞人体复基因重组科学，这种对大家有益的。这个神秘的组织亦正亦邪，据说里面异能人士颇多，连国际刑警都拿他们没办法，是个很危险的组织。这个一脸婴儿肥的苏西，怎么会跟叫人闻风丧胆的月盟扯上关系？那目前的是，这件事情不要声张。以咱们的交情，不用嘱咐。不过你那位宋小姐绝对不是一般人。李叔，你把宋希在国外8年的经历一笔给我查清楚。我该怎么办呀？红云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都是宋希那个贱。杨柳啊，最近怎么样啊？还好吗？丹青姐，红衣不理我了。哎呀，男人嘛，都靠不住的，尤其是像楚红毅这种自私的软骨头。你说，当初是谁让你怀孕的？现在用完了就跑，孩子也给你弄没了，真是凉薄呀！丹青姐，我该怎么办呀？他不要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宋希，我斗不过宋希。傻姑娘，难道你就甘心的看着他踩咱俩上位，然后跟秦思双宿双飞啊？他现在可是狂得很啊，把咱俩都当成垫脚石了呢。我恨他，我恨死他了。这就对了嘛，咱们也不能一直让别人欺负呀。我这里呢，倒是有一个让他不好过的方法。看看吧，宋希在国外这几年可不像表面那么干净啊，听说私生活玩得花得很呢。听说还跟道上的人不干不净的。你说这种女人，她凭什么得到楚弘毅的心啊？对吧？记住啊，找一个匿名的社交账号给我散出去，一定是要匿名的。后续的水军我已经找好了，这次咱就一定要让宋希身败名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蹦跶多久，也要让他尝尝掉进垃圾桶里的滋味。好，只要让宋希不好过，我做什么都可以。老板，出事儿了！网上突然爆出好多宋小姐说那几年在国外如何。一言讲，什么时候开始？最近查了吗？半个小时，突然就铺天盖地，明显是有人在接头，手法非常的专业。我已经让技术部调查了，务必把背后的人都给我追。宋希，
有事吗，秦思？网上的帖子看到了吗？看到了，写的跟真事儿似的，不去当编剧都可惜了。那些不是八卦，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明显是冲着你来的，需不需要我帮你解决掉？哎，不用麻烦了。要是这种跳梁小手我都应付不了的话，以后还怎么在京城立足啊？宋希，你听着，对方肯定……我知道了，谢谢你啊，秦思。店里还有点忙，我先挂了。宋希，宋希这么抵触，他才不会的事。第一，查清这一次黑料的缘由，背后的人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宋希在国外那8年经历，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老板，宋小姐的事儿已经查出挺明了，那8年的空白是她自己抹去的。我们这样查是不是不太好啊？毕竟是她的隐私。按我说的做，不查清楚，怎么护她出去？还有，从现在开始，对宋希24小时安保。是，我马上去。难道他真是岳母？这都什么鬼东西？这些人疯了吧？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看我一个一个怼回去！你冷静点，这明显的有人下手黑西西。你现在跳出来，不仅帮不了忙，还会给西西添更多麻烦。咱们3、4人后想啊！你让我怎么冷静啊？西西是我们的家人，难道你让我坐视不管吗？哎，你看看，还说什么黑帮，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个对付。哎，你别怼，你这节骨眼发声不仅没用，水晶还要连你一起黑。你让我想个法子啊！你别管了，我毒死他们！你这暴脾气，你就等着挨锤吧。宋总，网上那些话实在太难听了，要不咱们报警处理？不用，几个跳梁小丑，随便他们叫唤。这明显是有人买水军陷害宋希。是嫂子，她帮您说话了。奇葩，抓起来就对了。哎呀，这些人怎么回事啊？连嫂子都骂，还骂得那么难听，说她蹭热度，还黑她。敢骂我嫂子？宋总，您这个杨柳，看来上次还是打亲，现在该我还手。喂，谢谢。师兄，是我。我的恋爱脑师妹，终于想起我这个当师兄的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师兄，你帮我查件事。好，你说。有人在网上买水军黑我，已经牵扯到我的家人了。你帮我把幕后的主谋揪出来，再找到所有的证据。小 case 包在我身上。谢了。西西，需要我帮忙吗？这一次我要亲手收拾你，管你死。哎呀妈呀，这也太吓人了！你看看这宋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心思怎么就这么多呢？自从咱们阿斯跟她认识以后，就没一个好消息。你看看现在又被人扒出来，她小时候在国外这些不检点的事儿，哎呀，这吃相也太难看了些。咱们家阿斯可不能跟这种人一起啊！简直就是不知廉耻！阿斯也是跟这人混在一起。就是，这么看呀，还是丹青这个孩子好，知书达理的，家世也清白，人还懂事儿。从小跟阿斯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你说呢？谁说不是？哎，阿斯今天不是回来吃饭吗？丹丹怎么还没来啊？姨父姨妈。你看，说曹操，曹操到了，来了来了，我去接接。你招惹的女人，最近又干了不少好事儿。这个女人为了往上爬，体面都不要了，先是悔婚楚家，又拖你下水，闹得满城风雨。现在呢，又被人查出她在国外的那些破事儿。我看啊，那就不是什么好人，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为这种人生气多不值得。阿斯，跟你爸说句软话，这宋小姐这回确实有点过分，
现在满京城都在看咱们家的笑话。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和那个宋琦有任何来往，彻底给我断了。我信我自己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爸，至于他的名声，究竟是谁在背后把他搞得一身骚？我想，在座的有人比我更清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要是自身侵犯，怎么会惹得一身骚？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和你杜阿姨已经商量好了，你和丹丹下个月订婚。这事儿啊，没得商量。阿四，丹丹对你也是一片真心，你知道的。她也又懂事儿。只有丹丹啊，才配做我秦家的儿媳。除她之外，其他人又想踏进我秦家半步。爸，这都2025年了，你还搞那些封建的家庭？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你说什么？订婚绝不可能。娶谁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别想安排我的人生。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你敢要跟我对着干？我只相信我看到的，如果你非要相信那些捕风捉影，不用。你这个逆子！哎呀，找到了，放你邮箱了。对方很狡猾，用了好几个海外匿名账户蹭上传，最终的源头我还在追。这些是水晶公司的账户，几个大营销号的收款记录，还有部分聊天截图，证据链很清晰，绝对是有人蓄意买水晶带节奏。师兄干得好，足够锤死这帮孙子了。虽然背后主谋藏得深，没直接证据，但也足够恶心他一阵子了。谢谢。你打算怎么处理呢？你再帮我个小忙，找几个国内最靠谱、嘴巴最严、胆子也最大的娱乐狗仔和爆料大 V， 把联系方式给我。你要自己爆料，匿名？我要把这些证据原封不动地发给他，就强调有人恶意买水晶，企图通过制造黑料抹黑宋琦。至于大家猜到是谁，那就不需要我关心了。杀人诛心了，西西，你变了，变得心狠手辣了。行，我马上把名单发给你，你就等着看好戏。有人这回该睡不着觉了。多谢师兄，改天我请你吃饭。咱俩那是吃顿饭的事儿吗？西西，你老实说，你有没有想我？哪怕一丁点儿。好了，现在该你们不好说话。这网上铺天盖地的在骂咱西西呀，你说你怎么能吃得进去啊？我跟你们说啊，自从上次星辉电视台直播骂西西之后，我这小心脏嘣嘣跳的可有劲儿了。咱闺女是什么样的人，咱自己不清楚吗？人家造谣在网上活蹦乱跳的，咱几个在这儿垂头丧气吃不下饭，是不是傻？爸，你说的对，我这跟人怼了一天，确实有点饿了。对喽，吃饭，吃饱了有劲儿，一块儿怼。来吃饭。你说你们吃饭吧，我能理解，这倒是把西西也叫上，他还没吃饭呢。西西说她有正事要忙。伯父、伯母。秦总，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大白天的。哪一出？你看看这阵仗，恐怕是要求婚。啊？秦四，搞什么？秦总，恕我直言，您这阵仗有些太过突然了。伯父、伯母、大哥、大嫂，今日我不是失礼，我是特地来向宋希讨亲的。什么？秦总，西西现在正在被网暴，心情不好，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这戏演的是不是有些过了？如果一定要和一个人演一辈子，和你好像也不错。
伯父，正是因为是关键时期，我来提亲也是表达我的态度，也是对宋熙的一种支持。秦总，你们秦家门槛太高，门不当户不对，我们不希望西西将来受委屈。再说了，这楚家的事儿刚过去多久啊？我们不希望西西再次被伤害，恐怕你们老爷子也不会同意吧？伯父放心，我父亲那边我会去沟通，但妻子是谁，当然由我来做决定。你说的倒轻巧，说这话就证明你父亲那边是不同意的，而且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儿，你有没有问过西西的意愿？有没有为西西的未来做好打算？就给你一腔热血，就跑过来找西西了。回头你受不了压力，临阵脱逃了，留下我们西西一个人为你收拾那些烂摊子。大哥说的对，今日来提亲，你们暂且可以把它当做是我表达诚意的一部分。我父亲那边我会去沟通，不管他答不答应，我一定会娶宋熙，这就是我的菜。他不会是因戏生情了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秦家祖传的信物，每一代老祖宗都会传给秦家人民。你在搞什么？再演我可就当真了。你欠我的人情可以还了，让我成为你的丈夫，答应。从现在开始，宋熙就是我这辈子认定的女人。以后谁要是敢欺负她半分，就是和我秦氏作对，和整个秦家作对。他不会是来真的吧？宋熙，我护定你。伯父伯母，说那么多话，肚子有点饿了，能不能讨口饭吃？你这话说的，进来吃饭吧。走了走了。阿姨，您做饭真好吃，我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味道。那你多吃点。阿姨，您知道吗？外人都觉得我是秦家的太子爷，风光无限。家这个字对于我来说特别陌生。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我爸再婚之后，我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像寄居客人一样，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长大。孩子啊，原来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啊！阿姨，只有在您这儿，才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滋味。来，得，这算是赖上了。以后没事来蹭饭呗。谢谢，遇见你之后，我觉得这个冰冷的世界有了温度，是你让我觉得被人在乎的滋味。就算和你在一起吵架拌嘴，我都觉得很开心。我靠，我压根就没跟你相处过，好不好？你这说的好像咱们俩每天在一起腻歪似的。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绝不会让西西受半点委屈。我知道，说再多的话都是空口无凭，不如来一点实际行动。如果你们愿意西西嫁给我，我个人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荣盛集团的股份、海外不动产、有价证券、艺术藏品、银行存款、所有基金，全部，我愿放弃婚前公证，即刻起和西西共同治。秦思，你脑袋是不是烧坏了呀？爸，他好像还真有。哎，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小秦啊，你冷静一点，太仓促了。这哪是娶媳妇儿啊？你这不是发疯的往外送江山吗？我没有疯，我说了，这些东西和西西相比都是身外之物，我只要西西。只要你们同意，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律师，让他起草协议。秦总，婚前财产公证不是小事，荣盛集团牵扯甚广，您这承诺，我们不敢轻易答应。只要能娶西西，其他的我都不在乎。我做的决定，无人能知会，包括我父亲。只要你同意，我现在打电话给律师。啊！你给我来一趟。
秦思，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表面假装情侣关系，私底下各过各的，你怎么越演越真，假戏真做呀还？于是那一刻醒了，我开始醒了，你怎么没有过你干什么？不是你拉我进来的吗？你前2天给我打电话，你还特别的撒娇的说你特别想嫁给我，一天都不想在家多待。你还说家里面人多眼杂，妨碍我们俩亲热。哎呀妈，你胡咧咧什么？咱们在这儿考虑来考虑去的，没想到西西跟他早就暗度陈仓了。我说这小子敢跑过来求婚呢，感情底气在西西这儿。看出来了，咱们西西要是不同意，这小子也不敢来咱家说这些话。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不要脸的话呀？还有，别说了，闭嘴！我小点声，是我不好，乖，我口无遮拦了。你还说咱们俩的这些悄悄话怎么能让外人听到呢？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你怎么说我都行，怎么骂我都行，别让叔叔阿姨听到了看笑话。完蛋，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跟我斗啊？早着呢。今天反正宋熙被黑死电影大量视频操作证据。你大声吧，谁在背后制重金，雇佣水军恶意抹黑宋熙？这些料假的离谱，原来是买的。那个杨柳是脑子被驴踢了，我就说嘛，下这么大手笔，雇杨柳黑宋熙的还能有谁？呵呵，某位主持人。侯爷，你别走，求你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连孩子都，你不能就这么丢下我。闭嘴！到现在还提那个，现在全网都在骂你污蔑宋熙，落到现在这种境地，赖得了谁？是你自己要找试探情，是你自己要去挑衅宋熙，你为什么老是喜欢自取其辱呢？我看你就是蠢。我蠢？侯爷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我爱你，都是宋熙，是他毁了我们的一切。为了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那点自尊心吧。事到如今，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名字，也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我们结束了，你知道的。即使我同意，我妈也不会把你留下来。这是150万，拿着钱滚出我的世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听懂了？宋熙，我是来给你报喜。里面说话吧。喝杯水吧。你怎么了？楚弘毅不要我了，我被赶出了楚家，这下你满意了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一直恨我抢走了楚弘毅吗？现在他是你的了。其实我以前确实恨过你，但这事儿我早就忘了。说实话，我还要感谢你，提前帮我检验了渣男，让我及时止损，要不然我这辈子可都蒙在鼓里。你撒谎！你敢说你根本不在意我抢走了楚弘毅？你爱信不信啊？我确实不在乎他。至于作对嘛，大姐，每次都是你针对我好不好？我只是自卫而已。杨柳，这世界上除了男人，其实还有很多有趣可爱的事值得你去做。得了便宜还卖乖，你等着。哇，好香啊！爸妈，我回来了。西西回来了，快过来吃饭吧。我坐哪儿啊？我坐这儿。小琴呐，阿姨给你搬个凳子吧。
阿姨，你坐这就好了，我站着吃就行，不用。那你喝口汤吧。阿姨，你汤做的真好喝。青丝啊，你赖在我家不走，很有成就感是不是？阿姨，你的厨艺真好。别打岔，赶紧给我走。那我走了。可算走了，谁稀罕你这点破礼物？就只会演给我家人看，一点也不真诚。西西，这秦思这孩子吧，挺懂事儿的，但是这今儿来一趟，明儿来一趟的，总来咱家，长久下去，他不是个事儿。就是每次都买那么多礼物，多浪费钱。对，他就差点把民政局搬来了，再让他随意进出，再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主要是他太能吃了，今儿晚上那汤我都没喝几口，全让他喝光了。不是啊，你们什么意思啊？西西，妈和你爸都商量了一下，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呢，在外面给你买一套公寓，那套公寓离你的店也近一点，你自己住自由一点，也清静一些，是不是？不是啊妈，秦思他过来，凭什么让我搬呀？这是我家。这不是商量，是通知。秦大少爷成天往这儿跑，我们不用上班的吗？再说这样做是为你好，省得以后麻烦。对，西西，听爸妈的。你们恋爱，我们不阻碍，但也不能把我们一家当成你们仆人。那秦思过来，我们赶他走不就完了吗？你们怎么这样啊？凭什么让我搬啊？由不得你啊，这事儿，明天就去挑房子去。喂，你们什么人嘛？宋小姐，我是施丹青，今天晚上6点半，太平山顶层西餐厅见，你来吗？好啊。嗨，施小姐，有什么指教？宋小姐可真是快人快语啊！难道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针对你吗？又是举报又是泼脏水的。好啊，那我就洗耳恭听。其实这都是秦思的意思了，默许的。哦，你知道的，秦思的继母是我姨妈，姨父从小就默认我是他未来的儿媳妇。至于你，他也就是玩玩罢了。啊？男人嘛，尤其是像他这样的男人，都是需要一些调剂品的，玩够了还是要回家的。那既然如此，你担心什么呀？既然我是秦思随便玩玩的女人，那你何必这么大费周章的？宋小姐，你是个聪明人，融不进去的圈子就不要硬融。如果你现在离开秦思，还能给自己博得几分体面，不然到最后被抛弃了，你连哭都不知道在哪哭吧。我跟秦思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两家是世交，论情分以及长辈的认可，你都没得比。青梅竹马，两家世交，这不是上个世纪的剧本吗？施小姐，秦思他是成年人了，自己的婚事应该自己做主啊，难道是秦婆婆替他娶老婆呀？宋熙，你别太得意。看这个，这是秦家几年前买下的一块地，秦思一直想用它来建滑雪场，但是建滑雪场的批文很麻烦，需要建委的批文。正巧的是，建委领导的夫人是我的干妈，所以啊，秦家需要的是像我这样能帮助他的贤内助，而不是像你这样需要他帮忙的凡人精英。施小姐，其实秦思的忙我也可以帮的，我可以帮他花钱呀。你想啊，秦思家家财万贯，他一个人花这么多钱得多累啊！不如我帮他分担分担，促进消费拉动内需，这可是大功一件。
你可真是强词夺理啊！哎，施小姐，这桌子底下藏的什么宝贝啊？不会是录音笔吧？你又想搜集我的罪证啊？这回是想拿到秦思那儿告状是我欺负你，还是想发到网上让我再火一把？你胡说什么呢？我没有。哎，别紧张嘛。其实啊，我也录着音呢。没想到吧？对付你这样的人啊，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宋希，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秦思是我先看上的，我也是陪伴他最久的那个人。你是后来者，你凭什么？施丹青，真是让我活久见啊！这种事情我头一次听说还要先来后到。你守了他20几年都没有拿下他，请问这世上还有比这事更可悲的吗？我告诉你，要是我宋希真的喜欢秦思，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我。杀光3界我也要得到手。要是我不喜欢他呀，就算你8抬大轿绑上蝴蝶结洗干净送到我面前，我都不会多看一眼，好吗？怎么了？西西，送你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啊？送我车做什么？我老婆，我想送什么送什么，以后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来找我处理，不要硬扛着，听到没？姨父，下周徐夫人的女儿举办成人礼，咱们是不是要准备点什么东西啊？当然要准备的，到时候怕是整个京城的权贵都是要去攀附的。咱们滑雪场那个项目还在徐书记手里攥着呢，礼物多多才好办事情嘛。青青啊，我记得那个徐夫人是你干妈啊，你得多说点好话。这是自然的了，我不帮自家人帮谁呢？老子，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啊！我知道了。我干妈的地盘你也敢来？找个机灵点的，要快。还有啊，嘴巴要严一点。好。宋希，不用等。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宋小姐，你昨天喝醉了，找我陪酒唱歌的钱没给我呢。我们这行可是靠小费生活的，你不要赖账啊！这个宋希这么不要脸，找陪酒男不说，还不给钱。就是啊，看来是没进咱家门，倒是好事。别说，快点给钱！好丢脸啊！这哪是我们名媛圈的人啊？这个宋希好像口碑一直就不好，一直在上新闻，不知道是不是炒热度，准备直播带货呢？徐夫人，快把他请出去吧，别在这儿丢人了。怎么回事？徐夫人你好，我呢最近有点犯小人，常上新闻，不过不排除是有人特意给我做剧，总归是给您添麻烦了。不如这样，先让我问他几个问题，问完之后就随徐夫人。
那好吧。请问这位先生，昨天我是在哪儿找的你？是酒吧，还是 KTV， 还是在小酒馆或者私人会所？行了，让西西好好玩玩。看来是 KTV 呀。哇 ，KTV 啊，几号包房啊？除了我，身边还有谁？你赶紧给钱就是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呀？给钱可以呀，但是你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总不能白白做冤大头吧？所以昨天晚上，我到底是在哪家 KTV 找的你？几号包房？几点来的？几点走的？穿的什么颜色衣服？背的什么颜色包？唱过什么歌？喝了什么酒？今儿个人多，你可得说清楚。我哪知道啊？这家伙撒谎了！你听他支支吾吾的，刚才被他赖的，差点以为宋茜是那种人。是啊。顺便告诉你，昨天呢，我在家里边，手机都有监控记录，所以徐夫人，您的宴会安保系数这么高，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闯进来的？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派来的，但这个人一定是来搅您的局的。不错，这事儿传出去会受我安保的当众，不能保证名媛的人身安全。报警！干嘛？这今天是新田的成人礼，这报警了，把事情闹大也不吉利。我看不如找个人直接把他打一顿扔出去得了，也正好能给背后指使者一个教训。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我以前知道西西是个傻白甜小绵羊，没想到她还有这么聪明能干的一面。我当初为什么会鬼迷心窍，投河杨柳？下一项环节是拍卖，各位嘉宾把自己的拍品放到现场进行拍卖，出价最高的可以和拍品的主人一起获得和徐夫人一家吃饭的机会。不是，这邀请函上也没有说这个环节呀。成人礼我肯定是备了的，但这拍卖没准备怎么办？拍卖是后来在名媛圈里补发通知的，你不在名媛圈，自然不知道。早跟你说过，挤不进去的圈子别硬挤。第一件拍品是来自孔燕子小姐的青花瓷，她给出的起拍价是50万，现在大家可以出价了。我出60万。60万一次，60万第二次，6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下一件拍品是来自施丹青小姐的苏绣丹凤朝瑶，有请施丹青小姐上台为我们讲一讲这幅画有什么说法呢？大家都知道，苏绣大师赵红前辈是我的师傅，我跟他学了5年。这个呢，是我亲手设计刺绣的作品。丹凤朝阳意味着冉冉升起，有朝气；凤凰意味着祥瑞。更巧合的是，我去年带着他去了法门寺，方丈慧明法师更是为此开光开示。我相信，如果有谁能够买下它，一定能够吉祥如意的。哇，施小姐好有才啊！是啊是啊，才貌双绝，家世也好。那么请问施小姐，这件绣品的起拍价是多少呢？那就50万吧。古董你中什么意思啊？50万，有没有人要出价？我出80万。我出90万。我出100万。100万有没有加的？200万。200万。好，200万还有没有要加的？200万一次，200万第二次，2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周先生拿下了这幅绣品丹凤朝阳。200万呢，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目前的最高出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宋茜小姐的拍品是什么吧。
这位大哥，就是它。哦，是手机壳。你们不要小瞧这个手机壳啊，它可是大有来头。这个是我1个月前无意中捡到的，自从有了它之后，我这个人生啊，就像是开了挂一样，顺风顺水，贵人运也特别好。所以，我今天是拍摄我的好运，这可是意义非凡的事儿。好吧，希望会有人喜欢这个手机壳。宋小姐，请问你打算多少钱起拍呢？5万吧。神经病啊！谁花5万买一个破手机壳啊？妈，我想拍下来送给西西。你敢？5万，好荒唐啊！5万，有没有人要出价呢？不许！500万。拍我的苏绣丹凤朝阳，你连牌子都不举；拍宋希的破手机壳，你出500万，好的很。陈夫人成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了我，把我变成了你的敌人。500万一次，500万第二次，5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秦思先生以500万拍下了这枚好运手机壳。也同时恭喜宋希小姐和秦思先生一起获得了和徐夫人一家共进晚餐的机会。谢谢大家。哇，这是公开秀恩爱吗？这么说，秦少和宋希真的在一起了？不是说秦少和施小姐才是一对吗？滑雪场这个项目，据我所知，一直是秦家名下的荣盛集团在做。是，荣盛集团拿了这块地已经好几年了，滑雪场也说了好几年，但一直没去做，批文一直没去申请。如果咱们联手先做了这个滑雪场，那荣盛的肯定没戏。京城不可能同时有2个滑雪场。是，我们确实也有一块地在滑雪场，面积和荣盛集团的比也差不多。哎，儿子，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因为宋希才想做这个项目？哈哈哈，我一猜你就恨着秦思。算了，从商业角度考虑呢，这个项目也确实是可行的。其他的，咱们吃饭边吃边聊。只要楚先生您答应合作，一切都好说。在商言商，只要周先生能把滑雪场的批文弄下来，我这儿没什么意见。姨父，这件事情我真的尽力了，我跟干妈聊过的，她也答应了的。我就是不知道这批文怎么还到了别人手里。岭南周家实力雄厚，周家的要法几乎难活全国要律师啊。徐夫人娘家也在里面，想必也愿意。所以啊，这事儿是呀是呀。爸，我实在想不明白，我已经花了500万请徐夫人吃饭，岭南周家能给的，我们也可以给。闭嘴！阿斯啊，我现在可以回答你那个问题了。岭南周家能给的，咱们呀确实能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跟人之间除了利益之外，还有什么？丹丹妈妈和徐夫人是闺蜜，从徐书记一路晋升，处了几10年，这里边的事情，丹丹妈妈能不知道？再比如说啊，你有一个短处落到别人手里，那个人啊，并没有拿这个短处去威胁你，反而啊是想和你一起合作赚钱。那同等条件下，
你会选你。爸，我明白了。云南周家一定是通过丹丹打通了徐夫人的关系。阿四啊，一定是杀了丹丹的心了。我就不明白，那个宋熙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你压根就不了解宋熙这个为人。我是不了解他的为人，但是我了解咱们这个项目亏了多少钱。也未必，咱可以做别的项目。什么项目？雪山小镇。他们不是要做滑雪场吗？咱们就在周边建了一个别墅区，利用他们的滑雪场带动咱们小镇，就叫雪山小镇。哎，这个主意不错呀。雪山小镇。对，秦思已经开始做广告矩阵宣传了。沈女峰的项目呢，已经开始建设。秦思动作挺快呀，这些我这滑雪场刚一公示，他就搁旁边建雪山小镇蹭。这块地皮我原本是想耗几年，秦家亏损抛售，我再全部吃下，把我的滑雪场扩成国际规模，回头还能打个比赛什么的。现在倒给秦家做起来，除非让他们主动停止盖房。这事儿倒也不难，不过不能我们动手，我们只需要在他的雪山小镇工地上添点料就行。添点料？找几个工人闹一闹，然后随便摔了个腿什么的，到时候家属嘛，跑他那个秦氏的荣盛门口拉个横幅一哭诉，他秦思就算有个3头6臂，也得。不行，这个太冒险了，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所以说嘛，我们不出面，别忘了，咱们跟楚氏集团可是要联盟，这事儿啊，就是他们楚氏去做，就算最后出了事儿，咱们不也能全身而退啊？吴南海，你家里不是等救命钱吗？100万买你干点小活，你在神女峰工地搞点动静出来，做得干净点，别让人看出来，明白吗？吴南海，别动，老实点。喂，老板，让你诅咒了，请下一步指示。按计划送去警局。好的。周琦的意思是想利用工商事务，阻止荣幸集团开发雪山小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周琦的意思是想利用工商事务，阻止荣幸集团开发雪山小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西西，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我做不来。虽然我嫉妒秦思，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手上沾上血。起码你以前喜欢过我，那说明我也不是太坏。你说的没错，你骨子里面确实不是一个坏人。西西，你知道我现在很后悔，我怎么就把你丢了？楚先生，祝我们以后都好好的。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这个姓周的手挺黑啊。所以你要早点做准备。这件事情交给我就好。谢谢。是弘毅还跟你说什么了？没有啊，就这些了。真的？你没有和他叙叙旧什么吗？你说什么呢你？那你保证，除了这个，没有和他说什么？不保证，你爱信不信。
不管，我知错。冯大海，你最好老实点，好好看看这是哪儿。警官同志，我你什么你？还不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指使你搞fal卖？还有你账户上面那100万到底哪儿来的？没有，没人指使。那钱是我找老乡借的，给家里看病。你以为我们查不到吗？警官您好，警官您好，我是荣盛集团的法律顾问，秦思先生委托我来处理一些冯大海的相关事宜，并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秦律师，请坐。好，冯先生，抬起头看你，我是来帮你。秦总已经了解了你的情况，你的妻子身患重病，你的儿子也有先天疾病，急需大笔医疗费，是不是？秦总听说你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已经安排好了，荣盛集团旗下的天使私人医院会立刻安排你的妻子和儿子，从检查到手术，再到后期康复，所有的费用都会由荣盛集团来承担。秦总，他为什么要帮我？秦总说，一个鲜活的生命力和一个家庭的希望比什么都重要，但他希望你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秦总的善意并不是为了让你逃避法律责任的。你受他人指使，试图以制造施工事故的现场来陷害荣盛集团，这已经构成了犯罪。你为了包庇犯人坐牢，你的儿子将来要背负什么，你是知道的。冯先生，怎么选你自己决定吧。我全说，我对不起秦总。是有人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家里等钱救命，就让我到荣盛工地使唤。他说只要我去干，就给我100万，那是前天打给我的钱，还告诉我完事之后怎么逃避。可惜让秦思逃了一劫，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冒险。现在呢，姓冯的工人把所有都说出来了，到时候把你供出来连带我怎么办？你们以后不要再见了。放心吧，我已经找好替死鬼了。这里的一切依然还是我在掌控。冯大海事件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切不是你掌控的，你别太自负了，你最好小心点。我完全不担心，我会一直掌控，哪怕我死了，我的儿子、孙子也会一直掌控。送你的。记住啊，我们之间呢，只有利益，没有情。你迟早是我的。咦，真爱秀的。你来的正好，我和你嫂子要去度假，集团就交给你了。不行，我自己还要打理我的青年坊呢。你忽悠谁呢？现在店里店长、副店长导购个个都不缺，谁都能挑大梁。你不在的时候，大家的销量比你在的时候还要高。你这去了之后啊，这儿不能卖，那儿不能卖，一会儿呢不符合客户皮肤的调性，一会儿呢又要讲究阴阳配比。你这去了还不如不去呢。对，不翻味儿，反正我不想操心。哎，你不操心谁操心？让爸妈操心啊！好，我就是操心的命。这财务报表怎么这么多数对不上？老爸这是怎么搞的？快到周会了，也应该清理一下公司的寄生虫了。黄海是谁没来？王海总经理。什么原因？他没说。发布一则招聘广告，招一名总经理，男女不限，学历不限，年薪200万，外加公司股份分红，还有45天的带薪年假，有能力者自荐，现在就发。好，再发一份到公司群。好的，宋总。这是要裁掉我，
这回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宋总，什么意思？王总啊，你这开会不来，我也没办法，只好招新人了。宋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招聘广告这几个意思？而且你招聘的这些条件都比我这公司元老要好，你这不打我的脸吗？就是打你的脸，怎么样？疼不疼？你刚才开会没来的时候，你猜我的脸疼不疼？怎么，现在用到了你的身上就受不了了？宋总，难不成您真要把我辞了吗？你猜对了。就因为我开会不及时？那倒不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更何况我们宋氏也没那么残忍。但如果你利用公司职位侵害公司的项目，那就另当别论了。11年前，我爸把海城的项目给你做，当时投资款超过了1000万，你赔了个精光，对吗？投资这个项目有赚有赔，宋总难道您不懂吗？那你应该认识朱有利吧？我不认识。不认识不要紧，他认识你。朱有利今早已经自首了，并且把11年前所有的内幕都给爆了出来。宋总，你休要诈我，我对公司问心无愧。好一个问心无愧！7年前跟 H 市合作的一个项目叫3一广场，也是你负责的。当时3一广场烂尾了，老板也跑了。老板跑路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个老板叫做赵海清，他跑到东南亚了，不过今天早上也回国自首。不应该呀，警察局那边我也是有熟人的，怎么一点没听说呀？这小丫头片子诈我了。更有意思的是，赵海清回到东南亚的第3个月，给你转了一笔500万的巨款，转到了港城，再由港城兑换人民币回国。王叔，你这招玩的挺溜的。是真的假的呀？这是不知道。要是真的，王总有一点大意。不可能。王总，赵海清还有话跟你说。王海，我已经全交代了，你好自为之吧。宋总，你原谅我一次，我毕竟是跟您父亲打江山的功臣呐。这话你跟警察说去吧。谁是王海？王海，你涉嫌职务侵占，被拘捕，请跟我们走一趟。宋总，宋总，宋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宋总。你说这两个人为什么今天一起回来自首了？不知道呀，这两个人不会提前说好了吧？好笑。秦思，以后能不能不要来我家门口接我？被人指指点点，还以为我干什么的呢？哟，父母高升了，开始翻脸不认人。不是，就是怕什么？李叔都是过来人，对吧，李叔？对，老板，我可什么都没看见。明天西西就要上班了，正好犒劳你。我知道金市有一家特别好的私房菜，门槛特别高，里面的厨师都是大的，我你尝一下。没心情了，明天还要去公司拿人祭天，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突破口。看来西西又要收拾别人了，不知道收拾的会是谁啊？他是我爸身边的大蛀虫，跟了我爸很多年，算是初代元老吧。这些年没少从公司支钱，他经手的项目不是黄了，就是出国跑路，关键那些都是陈年死账，我根本找不到跟他勾兑的那些组。西西，我不是说过吗？老公就是你的靠山，这些事情是交给我来帮你处理。对，帮我查一下宋氏百货的王总，你可对。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每个人回去写一份工作报告，我需要了解你们手头的工作还有进度。散会。
哥，你总算接电话了。你让我来百货集团，就是为了借我的手炒掉王海吧？西西，大哥是什么样人你是知道的。公司这些老人跟爸相处多年，可以说是带着我长大的。真要动起来，盘根错节，牵扯太多了，我没这个能力，也下不去这个手。哥，你难道不知道慈不掌兵，义不理财吗？所以嘛，西西，你比大哥更适合做总裁。连王海那个老狐狸你都收拾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吧，我和你嫂子要去斯里兰卡度假。啊，行了行了，哥，你们赶紧回来吧，别指望我了。慢着！奇怪，怎么刚搬到爸妈买的公寓才2天，就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没事吧，西西？我没事。我现在报警。哎，不用了，他已经走了。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西西，你应该24小时都在我的安保范围之内。今天疏忽了，还是让别人钻了空子。没事就好。晴思，如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还会爱我吗？西西，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爱你。西西，这个假期我要去轮回岛度假。轮回岛？那不是月魔实验基地吗？你就陪我一起去呗。可是我刚上任，集团还有一堆事要做，我就不去了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度假了，你就陪我一起去呗。那个你说的轮回岛好像是一个海中孤岛，他们说也没什么好玩的呀。没关系，那你在家好好待着，我派更多的人手来保护你。老板失败了，有点意思。帮我查查他。我查过了，宋希这几年在国外无迹可寻。阿土，帮我去海外情报科查一个人。晴思怎么样？他有没有受伤？请我。别惹我生气，我花钱是要有回报的。为什么你不能送来的心不要？对我专心点，别扫兴了。怎么又是你啊？你要是舍不得晴思呢，就去亲口找他说。不过他现在在轮回岛，他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去轮回岛。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轮回岛吗？不就是度假吗？你可太幼稚了。那你知道他的生母至今都没有下葬吗？他生母不是已经去世了吗？很早之前的事。没错啊。但是他的尸体还冷冻保存在轮回岛呢。我说过的，我跟他是青梅竹马，所以他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的。金丝一直很想念他的生母，所以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复活他的生母。前几年，秦丝找了很多海外的生物科技公司，对基因试验工程也做了不少的投资。对了，他对人体复活术很感兴趣。你猜到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宋希啊，别装了，
月盟逃出来的小耗子。施小姐，你知道的真不少啊。我当然查不到，但我有个神通广大的朋友。阿土，帮我去海外情报科查一个人。既然我朋友能够查到的话，那秦思也是能够查到的，所以你应该知道秦思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了。我听说月盟的人都身负异能，有起死回生之术。我猜这些都是秦思的计划之中。你拿秦思挡枪，秦思也就把你列入他的计划中的一环。哦，对了，高端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哎，我听说你们月盟的人都是能够杀人于无形，你不会把我给杀了吧？你不值得。那我就放心了。我之前还是挺恨秦思的，但是我现在打算原谅他了。毕竟我也是能够理解一个想要见到自己去世亲人的人的。宋熙，谢谢你这么无私的为秦思做奉献，我就先走喽。宋熙，我可不是平白无故的到。啊？我是要和你合作的。什么合作呀？我需要和你建立情侣关系。送我车做什么？我老婆，我想送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处理，不要硬扛着。这个假期我要去泸沽岛度假，你就陪我一起去。可是我刚上任，集团还有一堆事要做，我就不去了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度假了，你就陪我一起去呗。秦思，原来你对我的好全是假的。喂，师兄。喂，谢谢，玉门找上你了。没错，师兄，你的消息好快啊！不算快，也就晚了1个小时。刺杀你的那小子就逃到缅甸去了。算他命大。不大，已经被我干掉了。谢谢，你还是回到我身边吧。像之前一样，师兄保护你。师兄，我可不想在你身边给你打下手，那都已经干够了。对了，师兄，能不能帮我查一件事啊？你说。你帮我查一下秦思跟月盟有没有什么交集？谢谢。你该真不会对那个秦司机……西西，你怎么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拉黑我？我的意思是你离我远，还不够明显吗？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不想猜。不需要猜，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秦思，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月盟的人？果然，我明白了。查到了，秦思之前确实考察过月盟集团的基因改造和人体复制技术，也将他母亲的 DNA 样本提取给了月门总部，但因为当时时机还不够成熟，国际上也不认可，所以月门集团对试验也不敢付出实践性行动。但秦思应该还没有放弃，否则也不会将他母亲的遗体藏在冷冻箱里。你明白什么吗？你是想利用我异能人的身份帮你复活生母，对吗？谢谢。我承认我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我从来没有。所以你特意邀请我去轮回岛，我一直都在你的算盘里，是你的棋子，对吧？谁告诉你我要去轮回岛复活我爸？石丹青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最恨别人欺骗我，我不喜欢在感情里面权衡利弊、勾心斗角，只有商人才会把这当成合作，交换利益。秦总，你可真会做生意，咱们俩玩完了。经过荒无人间，看过浪漫风月，看领略风景望见过。秦思，
是你第一次来我的私人公寓吧？不用忙了，你和宋希到底说了什么？帮我做件事，我就告诉你。帮我切个水果。我什么都没有说。你和宋希说，我去轮回岛是为了复活我吗？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施丹青，你总是觉得是宋希打你明不明白？我不想。所以到底是因为谁？我们不是一个人。换句话来说，即使没有宋希，在我们两个也走不到一起，咱们根本就不是。秦思，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是吗？秦思，我8岁就喜欢你，我等了你17年，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可真是狠心！你既然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谁都别想要。老板，你好歹找个女孩点缀一下也行啊，自己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哪成啊？除了西西，我谁也不想见。我看你是被宋姑娘拿住了。我愿意。秦总，听说你最近失恋了呀？关你什么事？我听出来了，秦总现在火气挺大，这宋希也太不够意思了吧？要不我替你出钱？说什么？你敢动宋希之手，我弄你！秦总误会了，我们生意人只想赚钱，有违法犯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长话短说吧，我这有一份月盟的绝密档案，是关于宋希的。哦，对了，秦总应该也知道宋希是月盟跑出来的。我知道。怎么了？那你肯定也知道，宋希是偷拿了月盟的绝密生物制剂才跑回国的。你到底想干嘛？我这份档案包含了宋希的所有信息，以及生物制剂的资料。你想想，如果我公开了的话，除了月盟会要他的命，其他那些想要生物制剂的，应该也会对他感兴趣吧？你想要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是个生意人，我只想要雪山小镇。我给你雪山小镇，你把档案交给我。好，秦总爽快人。那明天下午2点，我带上合同和档案，咱们现场验亲。这秦思可真是个秦种啊，真拿雪山小镇跟我换档案，不过也算是各取所需吧。希望他以后和宋希恩爱幸福的时候，能念着我周琦的好。爱幸福，做梦之苦。周琦为什么选这么偏僻的地方？你好，周琦约我来这见面，他人呢？你好。不可能，秦思绝不可能杀人。宋姑娘，有人证，而且警方在现场的刀柄上提取到了老板的指纹。刀柄上的指纹。现在比较复杂的是，秦总死活也不肯透露去现场干了什么，
周琦也是一口否认没有见面这件事情，说是跟秦总只是通了个电话，谈一谈生意。总之现在人证物证对秦总都很不利。那我能去见秦思一面吗？判决之前还是不行，现在程序都是公对公。可是我只是简单的见一面，而且都在警察的监控之下。秦家的势力在京城不是很大吗？可是这件案子的主能量更大，被害的这个女孩叫徐新田，也就是徐夫人的女儿。但是建滑雪场的批文很麻烦，需要建委的批文。正巧的是，建委领导的夫人是我的干妈。如今徐夫人或不能立刻给女儿报仇，这也就是秦总如果换做别人，早就被解决掉了。秦老爷子为了儿子也是拼尽全力了，也不知道搭上了多少人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你们看，死的人是施丹青干妈的女儿，而周琦跟施丹青的关系也不一般，更何况秦思跟施丹青也有些交情。您的意思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跟施丹青脱不了干系。让我看看那把刀。这就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关键是这刀上为什么会有老板的字？李叔，那天秦思去凶杀现场是做什么？那晚秦总打电话，我就听到几个字，好像是秦总拿雪山小镇跟别人犯什么规矩。我给你雪山小镇，你把档案交给我。这到底是什么档案？比雪山小镇还要坚固。所以我怀疑秦总死活不肯透露去现场干了什么，肯定是跟这个档案有关系。所以这个档案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嘿，宝贝，这位姑娘，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呀？师兄，又说了那个什么秦思基，什么秦思基啊？人家叫秦思。我不管，这次我回来可是要带你回去的。带我走？西西，你在玉门的档案被人买了，你要知道，档案里面记录着你掌握玉门的绝密技术。你想想，你掌握绝密生物制造剂，多少人知道？你这条人命够多少人相？师兄，月盟人的安保什么时候变这么差了？这些事都会泄密啊？玉门的安保在隐，你还不是跑出来了？玉门现在的异能人士很多，再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别说是档案了，核弹都给你偷。所以师兄是知道我的档案被买走了，所以才赶回国的，对吧？周琦买了你的档案。所以这一切都对上号了。我现在终于知道秦思为什么不肯说出去凶杀现场的原因了。他是想保护我，不想泄密这件事。西西，你跟我走吧，回到国外，师匠还像以前那样保护你。师兄，我不能走。现在秦思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他为了保护我，宁愿冒着被枪毙的风险，也不肯吐露半个字。于情于理，我都不能弃他于不顾。你就知道又要白跑一趟。师兄，你也没有白跑一趟，我还有个忙想请你帮呢。哎呀，师兄，你可是鼎鼎大名的国际巨星。你喝茶，多谢伯母。宋小姐莅临寒舍，日以后见交啊。都说秦老爷子保守，连说话都不客气。抱歉，伯母，有些话我只能跟伯父说，您可以退避一下。说吧。伯父，我长话短说，您可不可以给我一件秦思的贴身衣物？有衣服可以。为了救秦思。什么意思？伯父，你我都知道，秦思他是被冤枉的，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我必须找到做局的那个人，让他亲口承认秦思是被陷害的。就凭一件衣服？没错。什么意思？就是某种气味，秦思所过的地方会形成某种热量衍射，就好比警犬之类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还想告诉你，
伯母，请坐下。坐在地上。忘记刚才那些事情，出去吧。这只不过是简单的催眠术罢了。说不定。宋小姐跟传闻中不大一样啊。伯父，你也说了，那只是传闻嘛。宋小姐，您这么费心，这是？因为秦思之。老四啊，是的，谢谢你啊，宋小姐。宋熙，你要干什么？不干了还问？像狗一样闻什么呢？我就是狗，只咬坏人。为什么只有刀枪有情思？帮我切个。原来那把刀是你的，是你做符留下秦思的指纹。什么刀？还敢撒谎！说，提醒点，是你杀的，对不对？说什么？我怎么会杀人呢？也对，像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都是周琦干的了。我给你个机会，现在去警局报警，说周琦杀人并且无害秦思。笑话！我怎么？把餐桌上的刀叉拿起来，放在自己的眼看见了吗？要是我继续你的眼睛自己抽瞎了。你也知道，我们异能人随随便便杀人。之前不杀你，但现在秦思生死攸关，那就非常重要。别说了，现在还缺少周琦的直接证据。这些就包在我身上吧，毕竟我是国际巨星嘛。神女峰滑雪场今日签约国际巨星风尘燕先生，做我们此次形象代言人，为接下来走上国际路线打下坚强基础。我们有请二位，祝贺签约成功。咱家可真是的，自从你沾上那个杨柳，这一出一出就没个好日子。结个婚让宋熙给退了，开个店也垮了。就连你爸发起周琦这棵大树，谁能想到这么大一个老板去杀人？现在可好了，宁南药业股票跌成狗，咱们家的滑雪场也没人问。说话呀，你们俩是不是风水不好？咱们家总亏惨。儿子，要不然这样，你给宋熙认个错，你把他追回来。哎，你看宋熙多帮人呀！你能不能别在那自说自话？儿子出轨小三，
婆婆胡说八道，无冤枉人家。老楚家对人家有什么好？还把他追回来，那全京城的人都知道，秦思这次背锅是宋熙费劲巴拉的把他洗清了冤屈。人家两个现在是情深意重，那咱儿子插几斤手吧，滑雪场的生意肯定是完了。但是雪山小镇却趁着秦思这个案子蹭了一波热度，卖的可真火。你现在知道宋熙忘人了，你们俩早这么想，那多好。爸，你别说了，失去宋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了。小梅，辛苦二位了，秦总明天终于可以无罪释放了。不辛苦，其实我就是把他打了一顿，有个家伙脑袋被我拧成360度，头朝背后，朱祁当场就吓呆住了，就什么都说了。要么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这个石丹青对这栋楼很熟悉，进出前后都避开了摄像头。但小的是啊，那天正好有个无人机小哥拍到了他，带着徐新田进了这栋楼。更巧的是啊，这个无人机小哥是给冯先生拍艺术宣传照的。这下好了，直接两清。那航拍有没有拍到石丹青和朱祁啊？都拍到了，两人一前一后相隔差不多2个小时吧。法医当场判定杀人凶手就是石丹青。我还一直以为是周琦呢。可不是嘛，连周琦都被蒙住了。周琦的想法跟秦总见面，直接交换雪山小镇，可没想到石丹青直接先他一步杀了徐新田。周琦看到后啊，直接吓着掉头就跑了。可是石丹青他为什么要杀害徐新田？奇怪就奇怪在这个，他和徐新田无冤无仇，徐夫人也一直很信任他，两家交情一直都不错。按理说没有任何杀人动机啊。也许那种人就是心生嫉妒，想要拿徐新田撒气，顺便嫁祸给他。准备。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怎么会呢？我要你，得带我去吃大餐。今天我不坐车了。秦思，你有想过要复活你妈妈吗？西西，我去轮回岛是为了埋葬我妈的。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是想着在我妈下葬前能看看她未来的儿媳妇。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不想道德绑架你。可是你不是一直想复活你妈妈吗？怎么突然就放弃了？我听说复活其他人需要消耗很大的能量，不想让你冒这个险。走吧。小芳，这块肉，哎，别看着了。来，秦思多吃点儿。来，吃个茄子。来，谢谢。我们上厕所吗？谁知道啊？要不把女婿叫来吧，我担心那媳妇走了。我也担心。小钱，过来帮我刷个碗呗。哎，来了，来了，伯母，来，伯母，我帮你。小峰啊，你休息吧，洗碗一个人就够了。伯母，来，
那小子哪里比我好？模样没模样的，艺术天分就不说了，学问他识字嘛。师兄，人家可是京城首富啊！笑话，你那个绝命生物制造剂早就够你富可敌国，差他俩的钱。师兄，你不会觉得我拿那玩意儿是为了挣钱吧？当然不会。我就是气不过，明明可以造福人类的东西，偏偏被国外资本家把价格炒得这么高。我把它用在产品轻研坊中，以最小的成本，可以让我们中国人年年益寿，还可以提高身体素质，这样不是比挣钱更有意思吗？师妹，你小小的脑袋里装着这么棒的主意，那是自然。西西，你大哥出事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说是中毒了，能不能醒过来，就看他的命了。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为什么会被人下毒呢？谢谢，以后宋氏百货就交给你了。不是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打算撒手不管了吗？是，我只是想买个小院子，啥也别想打扰我和你嫂子安安静静住下半生。哥，你告诉我，你跟嫂子到底发生什么？西西，你要保密。其实这么多年来，爸妈一直想要个4子4女，我总是让人嫌麻烦，要丁克。但其实是……哥，我知道嫂子她不能生育嘛。你知道？我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西西，你要保密。你哥要是知道自己不能生育，肯定无法接受。嫂子，天无绝人之路，实在不行，咱们就放养一个。不行，你大哥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他内敛，自尊心强，我不想让他受到伤害，所以你保密就好了。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给我哥找个医生，好好调理一下。他身体没问题。那是子越不能生。是啊，所以说咱以后别逼他们生孩子了。你说这给他们多大压力呀？生活呢有多种方式，只要2个孩子和和睦睦的，那丁克不也挺好吗？是啊，咱家又不是有皇位要继承。再说了，咱还有西西呢。对呀。什么意思？我哥哥也正常，我嫂子也正常，但2个人在一起5、6年，就是生不出孩子。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属于血旺相斥。举个例子啊，有一对夫妻，他们2个人一直想要孩子，却生不了，但是2个人离婚以后各自组建了家，反而能生。那医生，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根治啊？目前人类在医学领域尚未解决和开发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嫂子，以后你也可以做妈妈了。你嫂子是个没心没肺的，要是让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一定会压力巨大。所以我们一直瞒着她。可是前不久她怀孕了，可给你嫂子高兴坏了，这几天一直吃药保胎呢。所以她是食物中毒。我们也问过医生了，可是怎么也检查不出病因，她吃什么都没什么问题。西西住手！西西，你知道我们体内的异能是有限的，你之前已经损耗大半了，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师兄，嫂子是我的家人，我没有办法对她做到这次不行。你说的对，我也放不下。
嫂子，饿不饿呀？想吃点什么？我去买。已经保姆送饭了。小星，今天做啥好吃的？我编的大头菜、西红柿炒鸡蛋、拌茄子，都是嫂子平常爱吃的。你不是说这几天嫂子胃口不好，只能吃点素的吗？杨柳，你说啥？别装了，杨柳，我鼻子很灵的，就算你整了容，我也认得出来。宋希，你说你有这精神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走弯路？说你是怎么给我嫂子下的毒？你交代了。 也许能少判几年。秦总，我是不是占了你的位置啊？位置？我人都是你的了，更何况位置呢？别动，我要好好欣赏我老婆的美貌。哎，我现在还不是你老婆呢。很快就是了，谢谢。 现在我就让你熟悉一下我们秦氏的家规。什么家规啊？秦氏家规第1条，婚礼现场不许逃婚。那就要看你表现了。西西，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秦氏家规第2条，老婆说的永远都是正确的。这条非常不错，记载下来，传到千千万万代。那我们得努力了，不然怎么传下去？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看不懂。老板，那个市长找你呢。老婆伟大。李叔，就说我不在。我师兄要走了，我一会儿的飞机。照顾好自己。放心吧，师兄。车来了。啊。再抱我一次吧。便宜你这臭小子了。师兄，谢谢你。师兄，谢谢你。不。 我需要你谢谢，你要是敢对西西不好，我放不了你。放心，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的。走了，还跟我笑，走了。